贝莱德执行长 Larry Fink 表示，即使以太币被归类为证券，他们还是会继续推出以太币现货 ETF， 而且他觉得这个是不是证券应该是没差。这个是贝莱德他们正式已经宣布，在以太坊区块链上推出了第一个全世界在公有链上面发行的代币化的基金，简称 Buido。他打算把华尔街的资产、华尔街的运作模式在 Web3 上面建造。我觉得这边最值得注意一个点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找到百倍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Hello， 大家好，我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币圈周报是每周一晚间7点上线，为加密货币投资人整理一周币圈焦点新闻的系列影片。我们2个单元了，上周焦点为您整理不容漏接的热点新闻，而在本周前瞻，我会分享接下来这个礼拜币圈投资人得格外留意的日期、时间跟币种。那上一个礼拜从币价的角度来说，相对来说似乎是比较风平浪静的一周哦，但是这不代表台面下没有重要的事情在发生。这个礼拜，我们的二哥以太坊还有美国监管，以及这一个跟华尔街机构非常相关的赛道，都有非常重要的消息值得大家了解一下。以及本周前瞻的部分，这周又有2大可以领钱的机会，而且分别一个是中心化，一个是去中心化的。无论你之前这类活动是有赚到还是你错过的，记得不要错过，要看到最后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 ，ETH 被定性为证券也无妨。贝莱德 CEO 以太币现货 ETF 仍然在望。这个是上个礼拜以太币的币价比较大波动背后比较大的原因哦，就是有很多的分析师，他们原本是看好以太币 ETF 能在5月通过，纷纷的在上个礼拜，许多人都改口说可能这个几率变低了甚至财富杂志也透露出 SEC 似乎又在调查以太币有可能是证券的这个事实。那结果呢？这个礼拜贝莱德 CEO 跳出来说话了。基金巨擘贝莱德执行长 Larry Fink 表示，即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将以太币定性为证券，对这个第2大加密货币实行更严格的监管，以太币现货 ETF 依然有望能够发行。至少他表达，即使以太币被归类为证券，他们还是会继续推出以太币现货 ETF， 而且他觉得这个是不是证券应该是没差那毫无疑问的，当时 SEC 将以太币要归类为证券的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呢，即使这个消息已经从2018年到现在就已经很多次了，它还是会引起加密货币社群的不安。而 Larry Fink 这句话当然毫无疑问对市场来说是个定心丸，并且在这个礼拜全球前3大资产管理公司富达也开始申请了以太币 ETF 那这个事情其实就让我们想了，第一个事情就是 OK， 所以以太币即使是证券 ETF 也可能会过。那我们知道 ETF 之所以利好这个市场，是因为这样子传统金融的资金就可以买以太币 ETF， 然后它背后会需要囤以太币真正的现货，就可以让以太币的买盘上升嘛。这样子我们就回头去想，原来以太币即使是证券，它也可以做 ETF， 这样其实也是蛮合理的因为现在股票都是证券嘛，股票包一包也是 ETF。可是之所以大家一般来说会不看好加密货币变成证券，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说这一档资产被视为证券问题不是说不 ETF。而是说，视为证券想要在美国上市交易，它背后就必须要揭露很多有没有的东西。那我们知道，比特币是作为商品的角度来上市，那商品小麦就是小麦，黄金就是黄金，背后没有什么公司要揭露。如果以太坊被视为是证券，那它又要上线美国 ETF， 那也许 ETF 可以通过，但是它的前提很有可能是以太坊基金会或者整个以太坊区块链需要被美国受到更进一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监管。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利好的不能够确定。以及 Coinbase 能不能再继续交易以太币这件事情也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我们知道加密货币交易所跟证券交易所它拿的牌照，它被许可可以上市交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而事实上，这个也是一开始大部分人认为说某一档加密货币如果被视为证券，会是利空的最大原因。像之前 XRP 一度被认为说有可能是证券，当时就被 Coinbase 有一度下架。但总之，如果以太币最后的结果真的是被定性为证券，然后贝莱德继续推出 ETF， 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发展，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有没有可能以太币现在只有 Coinbase 交易不到，但是你可以买到 ETF 呢？这个真的是还蛮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这边不多下评论，希望有这个对这方面研究比较深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交流分享一下大家的想法。但是无论以太币币价在这一次监管上面是怎么样的进行，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贝莱德对以太坊的投入跟去中心化投入，以及这个赛道的投入是真的
贝莱德在以太坊推出首档代币化基金 BUIDL，BUIDL 提供稳定价值按月配息。这个其实上个礼拜3月21号的新闻我错过了啊，这个是贝莱德他们已经推出了他们首档的代币化基金，这个是贝莱德上个礼拜的新闻稿，他们正式已经宣布在以太坊区块链上推出了第一个全世界在公有链上面发行了他们代币化的基金啊，名字是这一串呢，就是贝莱德美元机构数位流动性基金，简称 BUIDL。这个词如果你是一个币圈的老韭菜，想必你看到并不陌生哦。这个 BUIDL 是一个叫做就是 build 建筑的一个这个拼错嘛，原本应该是 BUILD。那这个的由来其实就像是我们喜欢说我们要持币 hold， 我们会故意把它拼成 HODL， 叫做 HODL， 是来自一个2011年一个网友拼错之后流传下来的一个迷因文化。所以他之所以取这个名字，让他能够得到这个 BUIDL 简称，其实也是代表说贝莱德他们真的是。他背后一定是有老币圈韭菜来做他们的顾问，去设计这个名字才会故意拼成这个 BUIDL， 因为意思就是建筑的意思。他打算在 Web3 领域建筑建造这个相关的，把华尔街的资产或者是华尔街的运作模式在 Web3 上面建造。那这个 BUIDL 基金呢，将总资产100%投资于现金、美国国债跟回购协议，让投资者能在区块链上的代币同时赚取收益。简单来说，代币化基金就是它其实是一档基金，它不一定要投资加密货币，它是用区块链的技术来发行资产托管的服务的概念。一般来说，我们如果买一档基金，它背后可能会投资各种他们想投资的东西。那我拥有的东西其实就是证券交易所上面的一个数字。那代币的话，我拥有的就是这个 token， 对他来说，就是你只要持有这个 token， 就代表说你有我这档基金的多少份额，然后这档基金投资什么东西，我们帮你操作赚钱的一个概念那事实上呢，我们很久以前就有聊过代币化基金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 RWA Real World Asset 的一个赛道。那上个礼拜呢，表现最好的确实也真的是这个赛道。这边也可以顺便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投资，如果你投资一般金融市场或者是股市，通常你会说什么航运股、科技股。就它就是一个赛道的东西，你也不见得要知道说，谁是航运里面最强的，谁是 AI 里面最强的，你只要知道 AI 正在起飞，我们就可以多去看一下 AI 里面跟头里面的前几名。那加密货币也是加密货币我们这个 RWA 赛道其实也是已经运作蛮久的一个赛道。那其中目前最大市值的这个 UNDO， 过去7天涨了26%，前几大市值的也基本上都是7天内都是上涨7%以上的一个成绩，明显是受惠于贝莱德对这个代币化基金的一个看好跟进场。所以如果你原本就有配置这个 RWA 赛道，恭喜发财但总之这个从赛道去找相关加密货币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参考参考的。以及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的呢？这位联博的分析师就跟我们讲了贝莱德推出的代币化基金，它是为以太坊带来了合法性。这个联博资产管理的这2位分析师在周二的报告里面指出，这个是金融机构首次体验了区块链24期即时结算的主要测试案例，其带来的好处包括更高的透明度跟资本效率以及更低的成本。此外，跟私有链相比，使用以太坊这样的公有区块链也可以为产品带来更多好处。它将允许更广泛的设计空间，以实现互操作性跟可编程性。哇，这2个是牛市的时候大家会纷纷讨论的词其实这2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后市发展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担心一些黑天鹅，我们都会很担心一些如果什么事情它发生的话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不晓得是投资人这个风险趋避的一个倾向还是怎么样，但我们反而很少去想说，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又突然开始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如果比方说伊朗马斯又开始喊盘狗狗币，会发生什么事？就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大家似乎相对而言比较不会太去预期。当然，并不是说大家应该要如此的乐观，如此的 FOMO 市场，而是如果我们试图去客观的分析市场消息可能会出来的东西，除了悲观的消息可能会出来，乐观的消息很可能也会出来。什么叫做乐观的消息？在牛市，你如果针对币价的乐观消息，其实有一种情况就是一大堆像这种互操作性跟可编程性这种，它事实上它有背后的意思，可是我相信80%的观众，你不需要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你也可以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很酷，好像很屌，好像可以买。80%新进场的散户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而牛市的时候就会有一大堆这样子有的没有的东西出现，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利好的感觉、利好的原因、利好的概念或者利好的赛道出现。
那具体背后的意思，可能我们之后如果有相关的影片，我再详细介绍一下。但总之，这是我看到这个的第一个想法。但实际上，我看到这个新闻一开始最大的想法是，很多人在讲加密货币之所以不能够成功，或者是它不被认可，或者是它不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句话背后也蕴藏了一个意思，就是说，一旦那个所谓可以代表去负责认不认可它的人突然点头认可，那这整件事情就不一样了。就是如果你想，你今天假设是 Larry Fink 的核心团队，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传统机构的如果在这个时候点头，会对很多人对加密货币的论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观。因为所有人其实都知道说 ，OK， 所以加密货币的技术大概可以了，他们都测试过了。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 ，OK， 有一些不太行，但确实有一些行。加密货币的这个转账的速度、转账的效率等等的东西，有一些也都 OK 了。其实现在真的就在等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信誉的金融机构确认说好，这个我们可以试试看。而现在这个时间点，正好就是他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我们说世界上出现第一个比特币基金，世界上出现第一个比特币的国家。而现在已经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大型金融机构推出的代币化基金这件事情，长远来说，这一个里程碑很有可能是在今年仅次于比特币现货 ETF 有重要的影响力哦，提供大家参考。现在我们看到反驳 SEC 未与发行商交涉传闻，灰度法务长对以太坊现货 ETF 深具信心。这个很明显就是他也是看到了上个礼拜大家都说 ETF 不会通过，所以灰度我们知道他是第一个去做比特币、以太币，还有他有很多的山寨币的这个不可赎回的基金的一个发行商。在华尔街进场之前，大家俗称他叫灰度爸爸的一个这个角色啊。那他就是也是表示说，其实我们都有跟 SEC 在讨论啊，只是现在 SEC 大致上他们做比特币已经懂一些东西了，所以很多时候不需要这么多的来回。SEC 还是很有可能机会去发行 ETF 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市场的一个定心丸概念的一些言论啦。像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 SEC 对 Coinbase 的诉讼案将决定今年牛市的终点或起点？这个是 SEC 最近在指控 Coinbase 提供的一些交易跟质押服务，以及 Coinbase 钱包应该被视为未注册的经纪商、交易所跟结算。简单来说，就是说它违法嘛。Coinbase 希望法院可以驳回这样的指控。那这个礼拜的消息是，法院驳回了这个驳回。也就是说，现在这个 SEC 依然在控告 Coinbase 啦。那之所以选到这个，是因为我从他的这个推特的后面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直接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不认识这个 Smoot 是谁，总之他 po 了一个叫做 Costco Hot Dog 好事多热狗的迷因币。他说有人传了这个东西给他，然后这个理论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好事多热狗，所以它的价格会是$1.5。然后他说，老实说我不 care 这个线图啦，但是这个是我听过最强大的分析。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就是蛮好笑的，就是一个好事多热狗。但是，我这边不是要推这个迷因币，我只要告诉大家说，这个往上滑是我那个时候在看说，这个 court 就是法院对这个 Coinbase 他们说的一些话的相关的内容，然后往下滑之后看到这个迷因币的广告，就觉得蛮有趣的。反正法院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嘛，所以看个迷因笑一下。如果你觉得好事多热狗有机会涨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自己是没有买啦，所以不构成投资建议，真的只是从这边看到的。像我们看到，币安执行长邓伟正，台湾成为 Web3 科技岛的2大优势。币安执行长 Richard Teng 撰写了专文讨论当前 Web3 浪潮带来的挑战，以及台湾在发展 Web3 产业具备的竞争优势哦。这个应该是前阵子 Richard Teng 有来台湾吧，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表示说，台湾享有科技之岛的美誉。近期他有机会洽访台湾一趟，有幸跟一些我们的产官学代表面会交流，畅谈未来 Web3 产业在台湾的前景与机遇，并探讨这一波全球 Web3 浪潮中各界可以如何携手创造新的价值，并共同因应新兴科技所带来的挑战。这个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看一下。总之就是现在有一些风声说，币安对于进入台湾市场也是有一些动作存在啊，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说币安能够在台湾做更多的事情，为台湾币圈带来更多的有趣的事情，无论是培育人才、创造就业机会，或者是在我们的监管上面能够提供一些顾问或者是协助，想必对台湾在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这波 Web3 浪潮里面，能够不要落后于人，甚至领先于人一个很强的助力啦。顺带一提，我去年在土耳其的时候也有幸采访到这位新任执行长，是一个非常稳，是一个监管底子出身的一个金融大佬，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回去看一下那支影片。下面我们看到富比士点名 XRP、ADA、LTC 等20大公链都是加密僵尸，除了投机之外毫无用处。这个是 Forbes 的一个报道，尽管现在很多的区块链他们的使用者非常少，但是他们依然保有数十亿美元的价值。显然它的价值只用于投机哦。相信这个观点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了，就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种加密货币，那90%以上最后可能都是泡沫，就他们都是投机，最后都会消失。可是这篇新闻不一样的点是，
第一个，这个是 Forbes 点名的。第二个，它指的都是一些大型的公链，它并不是在跟你说这几万种里面有9000种是僵尸。它点名的一些公链都是市值不乏于前20大、前30大的大型区块链，包括这个瑞波的 XRP， 包括这个我的好朋友区块链日报 Derek 的这个 ADA， 还有当然下面这几个币几乎都是非常大的币哦，包括 Bcash 啊、Litecoin 啊、ICP， 这个也是有很多一众铁粉的，包括这个 STX 哦，上次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个也是华尔街出身的大佬是很看好这个币。以及后面的这个 AR 啦、Algo Flow 什么的一大堆的 EGLD、Mina、Tezos、EOS 等等的，我觉得这个表很有趣哦。就是在这个表，如果他把某些币遮住，某些人会觉得说的太好了，福布斯，看来你也看得懂加密货币啊，像这个什么 EOS 啦，像这个什么 ETC 啊，这些的确就是垃圾。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但是同一时间，当他把这个表里面列出某些币，比方说 FTM， 这个其实是一个 DeFi 很有名的币，比方说 KAS。这个是我在读报下面最常听到有人说，可不可以讲讲 KAS？ 不好意思，我研究有限。包括ADA 啊，光是这一条 ADA 就不知道惹恼了多少区块链日报的粉丝的一篇报道。那整体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份报告里面它的这些币基本上都是某一条公链，所以对 Forbes 来说，他的角度可能是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需要这么多的 Layer 1 公链，他觉得你是一个 Layer 1 公链，并且你已经运作了3年、5年、8年之久。你上面应该要有一些建设了，像以太坊上面建设很多 ，Solana 上面建设也非常多。他可能认为说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东西，他才判定你为实际的东西。可是事实上却有这么多的公链，上面的生态圈其实是打造的非常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限了，因为这些链我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当然这一些链背后各自的拥护者可能会各自知道说啊，没有啊 ，KAS 跟这些才不一样啊 ，Ceta 跟这些完全不一样，你到底在讲什么等等的。但是似乎我们都得承认的一件事情是，有许多的它看起来是很 promising， 它看起来是很厉害的一个链，其实它到现在为止，上面的生态系似乎没有真正的建造出它原本判断说我们应该建造的东西。比方说，你看以太坊，你看 Solana， 你看 OP、ARB、BNB， 甚至 OP、BNB， 它上面有一个非常新的链，它上面的生态似乎都已经比很多很老牌的大型的公链来的丰富了。当然，这个不代表说，你必须要在2024、2025甚至2030年，你的区块链上面就要有多么丰富的生态，你才是一个长期会继续运作的一个生态。而是我们应该要想的是，在这么多这么大型的公链上，如果说它现在没有实际的东西，代表它在牛市堆起来的市值，很有可能会在熊市更容易消散的一个泡沫。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去思考，你就会更加的明白到什么叫做在牛市的顶部要分批出货这件事情的很重要的性质。原本我退1万步说好了，我就说以太币也名列其中，就是以太坊他们也认为说它一点用处的东西都没有。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被认为，那牛市的时候以太币的币价涨起来，其实它熊市就很有可能被大部分这样子判断的投资人去大量的抛售，所以熊市可能就会跌。这个也是呼应了币圈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要跟你投资的代币谈恋爱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很多他现在已经做到的事情被认可的程度，也许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完整跟那么美满所以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好，下面我们看到金管会政企局招聘虚拟通货研究员，起薪68K， 不能投资金融商品。各位找工作的机会啦，一个月月薪6万8，这个台湾上很不错6万8。反正金管会现在要招募虚拟通货的研究员3名啦，帮他们打广告。就如果说你觉得在币圈太卷了，你觉得卷不下去，你觉得这些币圈人太恶心了，可以去应聘一下，去来管我们。好，下一个我们看到多年未投入法币，研究员 Ignas 如何以币滚币达到100倍收益。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位 DeFi 研究员叫 Ignas 他贴了一篇贴文表示了他在加密货币中找到100倍收益的6种策略。那链新闻这边又把它整理出来，我们一起简单看一下。第一个，他是使用 Nansen 寻找低市值的100倍币，这个是一个每月99元的 Pioneer 订阅服务。他用的是 Token Screener 来寻找 Smart Money 买了哪些新部署的代币以及他用的这个叫做开头还是 K 头来寻找叙事。以及呢，他寻找叙事从无到有的新创专案，然后这个主要讲的是市场偶尔会出现一些与众不同、改变产业轨迹的专案，或者是它的代币经济学的独创性可以直接推动产业向前发展，并启动一个全新的加密领域。这个真的很有趣如果你去看 Curve 啦、Nexus Mutual Ample Force、Olympus DAO这个有几个已经泡沫化了，但是当时他们创造出这个代币经济模型的时候是非常神奇的，包括 Compound 这个是流动性挖矿的创始者。如果你能够在2024年初期也找到这样子的东西，你很有机会在这2年有机会赚到100倍
那 Ordinals 就是他赚进100倍的一个代币，然后再来是参与代币公售，这个最近也是非常多哦。我们知道币安跟 OKX 那个甚至不是公售，就是你投钱放进去，它就是发给你了。以及这个 Minlord Dune 的数据模板，这个是他找迷因币，还有最后这个参加空投、流动性挖矿空投跟基于参与的空投。我们随后本周前瞻就有2个空投机会可以参与了，所以这个详情可以再看一下 Ignas 的这篇原文或者是练新闻的整理。我觉得这边最值得注意一个点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找到100倍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不能太早卖。就是如果你是投资那些很早期的币，大部分的时候很多人会是一个卖飞出场。当然，并不是说赚5倍出场是一个不好的策略，而是如果你是花时间找这种非常早期的小币，你肯定是投入一个小的投资额。那如果你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说这个就是100倍或者归零，就不要说它有一点的获利你就想要获利出场，因为这样子的策略在这一类投资人的眼中是不正确的哦。你那样子可能就是适合投资一些大型的币，会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操作。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风险管理，因为这些币很多最后其实是会归零的，风险极高，以及要专注，就是如何在大家都是可能不是你赢就是我输的市场里面，拥有超过50%或者是更高的投资报酬率。其实背后的核心就是你花的时间、你花的精力、你花的努力、你花的调查比人家多，才能够慢慢的随着时间过去，把你的成功率跟你的胜率往上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3个心法是非常重要的。下一个我们看一个有趣的，这个加密大反派议员 Elizabeth Warren 为什么这么讨厌 crypto？ 然后 Elon Musk 说，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 SBF 的爸爸是他的顾问。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国会里面有2派，一派是比较喜欢加密货币的，另一派就是要把加密货币踩在脚下，非常讨厌加密货币的。而非常讨厌加密货币的议员代表，一定就有这位伊丽莎白的名字在里面啊。那最近呢，有一篇贴文说，这个 Senator Karen 这个字是迷因社群里面表达那些会在麦当劳喊说叫你们经理出来的那种个性的中年妇女，就是被迷因社群描述为就是这些人叫 Karen。所以反正就有人说，这个 Senator Karen， 我们的 Karen 议员呢，他现在正在针对 Elon Musk 啦，就是伊丽莎白这位议员，希望能够去调查特斯拉。然后 Elon Musk 就回应了，他说，Elon Musk 也说 Senator Karen。Elon Musk 就回应说呢，这位议员他的主要的经济跟税务的顾问是 SBF 的爸爸 ，SBF 就是最近被判了25年监狱的 FTX 创办人，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然后 Elon Musk 怀疑说他之所以想要调查特斯拉，是因为 SBF 爸爸的原因。我们来看下这篇新闻在讲什么。这个是 Fox News 的新闻，就是说 Sam Bankman-Fried 的爸爸是他的税务的顾问，然后并且有捐钱给他们的这个相关政党。所以就是蛮有趣的，就是今天一个人他之所以喜欢加密货币或者是反对加密货币，很有可能都有背后他自己的原因哦。像你说我现在这么支持的比特币，是不是因为我背后有投资比特币？对。好，本周前瞻我们有2个这个捡钱的机会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参与过很多次的币安 Launch Pool， 应该是上个礼拜6就已经上了，所以是可以参与一下的。基本上呢，它的这个活动是到4月2日到明天的早上8点啊。如果你有看到我们的 YouTube 贴文，你可能会早一点有机会可以挖，但现在挖也还来得及啊！你可以投入 BNB 跟 FTUSD 可以挖这个币，以及呢，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没有关系，有一档为期比较久的，我们上个礼拜上了这支影片，这个是 Bitget Wallet 的 BWB 空投，这个不是中心化的，这个就是你手机下载它的钱包，然后你导入你的私钥，这个下面很多人都讨论有人问说什么导入 MetaMask 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的，或者你创一个钱包，你就可以拿到50的空投，你就可以在钱包里面持有币，或者是做一些 swap， 你就可以撸到更多的空投详细可以看一下这支影片。然后下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讨论其中有人提到说这个交易是有成本的，不一定要去交易刷，但是初始的空投跟持币的空投这2个就是基本上零成本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以及呢，我们的练习生教育品牌又要推出新的免费课程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次是我找的几位华语最厉害的币圈投资人、币圈大 V 里面的第一位合作者，是我们的呢喃猫投资的，他们应该是派出他们最厉害的6A 老师我们会在4月13号礼拜6下午2点，我们的地点在北科大的集思会议中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场地来跟大家分享说，如何把握比特币减半跟 ETF 之后的狂牛行情。值得注意的是，呢喃猫它应该是现在华语的 NFT 投资向社群唯一一个还能够把 NFT 地板价维持在1颗以太以上。
就大家现在听到NFT 项目不是都全部都割了吗？99.9%可能都割了，就连 Nike 的那个 NFT 专案，就连什么 CloneX 他们可能币价都已经跌到了1颗以太币以下。但是呢喃猫似乎还维持在，我看一下好了 ，Murmurcat。OK， 它现在地板价还有1.19以太币，比起很多之前红极一时的大 NFT 啊，这个是 CloneX 的地板价现在是0.5，算是少数非常低调，但是因为有料才能够维持高地板价的一个投资项 NFT 社群哦。可能有很多朋友知道他们了，但总之。现在你不需要买 NFT， 你不需要花钱订阅他们的服务，你也可以免费听到他们最专业的研究员分享他为什么从传统证券市场转战币圈，并且揭露他们这段时间如何去宏观分析这个市场顺应趋势以及避开误区，然后在币圈投资赚钱。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会把这个报名的链接也是放在底下的说明栏。通常我们的免费课都是还蛮快就爆满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要来的话，就请不要来，因为我们爆满之后，然后如果有人没有到齐，其实就蛮可惜的。我应该会让他们弄一些候补的机制啊，因为之前都有一些人就没有来，所以总之这个报名链接在影片下面的说明栏。好，另外就是我们这个线上课程啊，因为我们原本说早鸟价只到3月31号，但是因为我们的支付管道实在是开通的有点慢，就是我们国际卡还有之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开通 USDT。总之，那个支付管道有些时候就会卡住，所以我们是决议说这个早鸟优惠会顺延啦，应该会顺延到4月第1周或者是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再从网站下面看一下。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课程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基本上就是一个佛心价，就是买到我们支付管道都塞爆的一个课程，有兴趣可以再来看一下。好，紧接着我们看到大额解锁的部分这个礼拜没有，这个是下礼拜6的 Aptos。APTB 会有6.26%，高达4亿美元左右的大额解锁。那大额解锁通常就是市场上的供给量上升，价格有可能会下降，或者项目方可能会在这之前释出利好消息拉盘，所以持有 APTB 的同学可以在这段时间留意一下。好，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那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通常我们应该会做一些什么企划？那因为我礼拜6今天我又要去开免费课程，所以我有点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然后我随后就要去曼谷，所以也许有机会我可以跟 B 联合在 Michael 做一点什么有趣的事情吧，不知道会不会有办法跟他交换频道，让他来讲周报，然后我去讲他的日报新闻，说不定可以这样子，我不晓得，因为现在还没录，所以不知道。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币圈周报。随着比特币减半的日程越来越近，其实最近的币价波动趋缓，反而让我感觉有一点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所以大家就还是小心谨慎投资，多看多听多学多问，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减半行情赚到钱。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如果这边对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频道，让有人知道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会在底下留言区留言问我对了，币安的 Launch Pool 还有 Bitget 的那个空投，记得去关注一下这2件事情，不会后悔的。好，那就这样了，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